养花的人，你要把这个视频看完，咱们都是真心的教你养花。2000多盆花里边挑出来非常典型的几盆花，告诉你们缺水、黄叶、真菌感染、这个植物僵苗、新根不生长、植物烂根、植物缺肥啊、植物虫害、缺水后遗症等等的一些叶片表现。它们有什么区别？这个视频比较长啊，视频也值得你去收藏，很认真的教大家一些真知识，让你把养花这个问题这个坑给避开。咱们来第一种啊，植物缺水或者是缺光性黄叶，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两棵啊，一个蓝雪花，一个这个月季。缺水或者是缺光性黄叶，一般集中在底部或者是这个植物的中间部位，光照透不过来。比如说光照非常强的时候，这个叶片比较多，花开的比较多，临时性的水分供应不足，底部会出现一种黄叶。这种黄叶大家注意啊，是焦黄的啊，完全不用担心，这棵植物啥事没有。怎么判断这棵植物啥事没有？花苞继续生长，新叶没有问题，底部出现那种黄叶，你看着不顺眼的，你给它摘掉就完了。植物黄叶以后，它这个彻底丧失抵抗力，它会有一些黑点啊，这些都属于正常现象啊，它不向上扩散就是完全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坑啊，缺水导致的植物黄叶。它不是缺肥，也不是缺啥啊，就是你浇水不规律，或者是这个临时性的一个高温天气引起的这个黄叶。包括这个蓝雪花，它也是一样啊，整体长势都没有问题，叶片油绿啊，生长咔咔的啊，新芽咔咔穿。局部的出现那么一两颗干枯的叶片，也是啊，临时性的缺水导致的。你要看它不顺眼，给它摘掉。这种问题大家不用担心。观察新芽没有问题，植物临时性缺水啊，一个浇水不规律，第二个就是高温阳光直晒的时候水分没跟上，对植物生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别什么玩意儿都给它用，你用，它完犊子了啊。那第二种情况也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啊，是吧？咱们先看新芽，新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黑斑，没有各种这个黑斑的一个产生。那么老叶花全萎蔫全耷了，花苞也干巴了。还有这个海岛春花一样啊，花没开出来啊，新花干巴了啊，开不起来了，黄了，老叶片出现发黄，什么原因导致的啊？就是它旱过，旱猛了，旱过劲了啊，导致它的这个毛细根受损，叶片出现这种状态，它是恢复不了的。你不要指望什么肥，它能够让这个叶片恢复啊。老叶花苞咱们可以去干什么？给它摘掉。那么新叶正常生长，咱们继续向上去养护。像这个枝条，它都是一样的啊，你黄叶摘掉。花苞你要有局部开的，让它开2天。那这个时候咱们还有一个办法啊，咱们既然知道这个水旱的严重了啊，毛细根受损了，那咱们这时候家里有生根叶的，是不是可以用那个1到2次，让它快速的把这个毛细根长出来？你有这个微生物有机肥的，给它撒点微生物有机肥，快速的长效的刺激它根系一直往外生长。然后咱们注意别再给它缺水，你 OK 了，完美解决啊。第3种就是植物出现局部的不规则的丝绿的情况。这时候咱们检查虫害啊，所有的叶片的枝条，所有的叶片背面，咱们都去检查一下，密密麻麻的红蜘蛛，然后咱们针对性的去给它用药。像那种比较严重的，咱们把这个受病害的这个叶片给它干掉，留几个新芽，留几个新叶，然后再去喷，这样喷的比较彻底。密密麻麻的全是叶片，这虫你永远杀不干净，它犄角旮旯里边全是虫，你药喷不进去就白扯淡，没过几天要大面积的繁殖。那第4种黄叶啊，缺肥，植物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啊？叶片整体性的发黄，看见没？这像荧光绿似的这个颜色啊，整体性的发黄，植物生长缓慢，不生长，新芽嘎嘎的干等它长不出来，这就是植物缺肥了。植物出现缺肥症状的时候，咱们首先第一点检查土壤的酸碱度，是不是土壤过酸过碱造成的这个问题？你可以买 pH 试纸去测试一下啊，几块钱1包。那么第2点就是咱们检查咱们平时的用肥，比如说咱们平时只管催花，咔咔一顿干磷肥，导致其他元素的吸收，它即使能催出来花很小啊，植物整体不健壮。如果你存在用肥量很大的时候，你就用大水给它土壤冲洗，然后咱们可以用这个腐殖酸、大量元素、有机营养液啊，这是有机的去灌根，植物出现这个问题，加上喷叶啊，喷的时候要通风，施肥的时候注意啊，叶片只能吸收一部分，主要还是根系吸收。咱们这个通用的营养液连着用3次啊，你浇水就给肥，给肥的同时去喷叶片，你就观察它这个新芽生长出来变绿了啊，比以前绿了，那么 OK 啊，这个植物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你看着它有好转了，你别着急啊，慢慢来。养花它是循序渐进的啊，植物生长它也是循序渐进的。有人说我用肥了，这叶儿不绿啊，老叶基本不能恢复啊，它恢复可能比这绿一点点的，它不能完全像健康叶片似的那么绿啊，大家要注意啊，主要观察新叶生长的速度，还有新叶生长的一个颜色。那么第4个就是植物的病害啊，植物病害我就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找3个字叫做什么？不规则。不规则，什么叫不规则？像这个绣球不规则的斑点啊，真菌性病害。像这颗铁块子
叶片出现不规则的斑点，是吧？这都是不规则的斑点，这个都属于真菌性病害。这时候给它打药啊。我先说一下怎么造成的啊。咱们没事的时候，你别在家，你拿个小喷壶，啪啪啪啪啪一顿喷，你觉得能给它增加湿度啊？室内我讲过，咱们室内不通风的情况，尽量别去给植物叶片去喷水。你喷完水以后，像现在的这种天气啊，比较热的时候，高温高湿，植物病害马上上来。植物极其容易造成一个真菌感染，所以说室内不通风的情况，你不要去给这个花啊、给叶片喷水。有的还说这个花苞发黑脱落的啊，这都是你没事喷水。这种已经感染的植物怎么解决？咱们要找内吸型的杀菌剂，比如说多聚灵内吸啊，你配合预防性的杀菌剂，比如百金清，配合的使用啊，配合的使用。像那种比较严重的，咱们可以给它摘掉啊，你别舍不得，你就是说这个植物得病以后。你不给它摘，它也是这德行了啊！它就生病了，它就是这德行，恢复不了了啊，不可逆的。咱们3到5天左右给它来一回。植物的外观出现菌害的时候，咱们也要检查茎部啊。某一个枝条干枯腐败是吧？它的茎部出现问题了，看见了吗？这茎部腐烂了。这时候咱们的土壤一样要杀菌，比如说恶霉灵，去把土壤当中的病害去给它干掉一下啊。你用多聚灵植物吸收，用恶霉灵给土壤病害给它干掉。那平时预防植物菌害啊，咱们往土壤当中多补充这个有益菌。一直推荐大家用那个微生物基肥，让有益菌繁殖起来，去抑制有害菌的一个滋生。养花大家记住2个字啊，预防远远大于治疗。你不要等说这个植物出现大面积的病害的时候啊，植物这个养成这德行似的，你问我了，你什么肥能治这个？啥肥都治不了，这都归西了。你像这个都归西了。你还治啥呀？所以说平时预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总结一下病害啊，病害就是不规则啊，肉眼可见的。咱们来看这3盆啊，这个春雨啊，新芽不生长，僵这儿了，一直不生长。植物在你家出现那种新芽不生长啊，老叶它一个发黄啊，这个就是植物秧苗的问题。植物秧苗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新根儿长不出来。老根儿它在逐渐的这个衰败，在衰退啊，吸水能力下降，供应不了这个植物很多叶片的一个水分和养分，它就会出现底部黄叶啊。有的时候新叶长出来一片，底部黄一片；新叶长出来一点，底下黄一点，新叶长得非常小，这就是典型的一个秧苗症状。它不是说缺肥啊，根本原因是它根系不生长。这个时候咱们检查土壤，如果你土壤不行的，你就压根儿你就干脆你给它换个土。土壤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时候一样啊，咱们有这个生根叶的。你给它怼上1回到2回就行啊，你别怼多了，你怼多了反而抑制这个根系的一个生长，是吧？微生物基肥不多说了，长效刺激根系生长，这个就是植物叶片表现出来植物根系的一个问题。那么最后一种情况就是植物烂根，植物烂根它一定是整体性的啊，整体性的，大家要听懂啊，就是它植物整体性的出现问题，像这种整体性的啊，都看出来了啊，烂根。那植物烂根的前期表现就是什么？土壤长时间不干。什么是长时间？7天以上就是长时间。什么叫不干啊？不是说你摸着浇完一次水摸着潮乎的，是什么？是土壤永远都那么湿，很湿啊，代表什么？根系不吸水，土壤长时间潮湿，导致有害菌的一个滋生，这个就是植物烂根的一个表现。或者说咱们浇水养护都规律以后，植物不断的出现这个黄叶啊，这个叶片不断的微粘，一个微粘，那都是啊。前期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可以去杀菌。那咱们总结一下这些问题，最简单的区分方法。叶片出现问题，先看谁？先看新芽，先看花苞啊。新芽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植物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局部的黄叶啥的，你不要多担心，你该浇水浇水啊，你该这个施肥施肥，就是可能临时性的环境变化导致的啊。像那种新叶都没有事儿啊，别慌啊，你别慌，你一慌你乱用东西它就完蛋了。像那个杜鹃啊。你挺住啊，你乱用一些东西，反而抑制它这个根系生长，就完犊子了，是吧？植物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咱们就去看新芽，去看花苞。那很多人养花说，我这个花苞局部脱落了，都是正常现象。临时的这个水分养分供应不足，它也会脱落一部分。你掉几根头发，你拿这2根头发到医院去了，说，哎，大夫，我掉2根头发，人踢你不？病害就是记住仨字，不规则，植物不生长啊，植物大面积出现问题，新芽、老叶都出现问题，烂根的概率就比较大了。这么去检查。我是真心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简单的帮大家辨认一下这个植物出现问题啊，你别病急乱投医，你别忘了点赞关注啊。